第一次坐船？不是，小时候我阿爹带我游湖坐过船。本王年少时曾去过大燕北境征战，坐船驶过澜沧江，曾在那里见过一片蓝色星河，那是本王见过最美的风景。澜沧江上怎么会有蓝色的星河啊？是江中的浮游聚集所致。关于那片蓝色星河，还有一个传说。传说在很早很早以前，有一位披着蓝羽神衣的鸟仙，被玉青山的景色所迷，幻化成少女在此嬉戏。恰好一位少年路过，二人一见钟情，坠入爱河。鸟仙为与少年尘世相守，遂将蓝羽神衣洒入江中，变成了那片蓝色星河。澜沧江有一传闻，凡人若见星河，便可长相厮守。景王怕是爱惨了梅林。我看这个梅林也没什么特别的，无非就是仗着有几分姿色罢了。要我说，还是殷将军与景王最合适。那都是些陈年往事了。他们竟然拿小小的美人与将军相提并论。今日毕竟是你的生辰，只有这样，太子才不会起疑。旁人怎样议论与本将无关。今日本将乏了，西安探子一案，你明日再一一调查。殿下，这些蜉蝣都是景王特地命人跑去澜沧江带回来的。这几日景王宠爱梅林的事，在鸿胪寺都已经传开了。他要骗过我，就得骗过鸿胪寺的人。福芳斋的掌柜怎么说？说是上巳节那日，景王见了不少人，属下还要一一盘问。已经过了子时，今日才是你真正的生辰。王爷，你怎么会知道今日是我的生辰啊？你不是真正的和亲美人，名簿上的生辰自然是假的。你与本王合作，本王要了解你，易如反掌，知道你的生辰也不足为奇。这个果饼一定很好吃。好不好吃，得等你舌头治好了再来评判。王爷说过，这人间的滋味不一定要用舌头来尝，也可以用眼睛来看。王爷看，这个果饼这么好看，一定很好吃。御医说过，你的舌头不难治，只要按时吃药，会好的。王府今日寻了一个青州厨子，说是做灯果饼有秘密方子，厨子好不好，得等你恢复了味觉，再来评判。那做灯果饼一定没有我阿娘做的好吃。
西安人在青州的时候，金陵巷的街坊经常塞钱给我阿娘，要吃我阿娘做的果饼。若是我阿娘还在，那我们家的果饼铺子一定是整个青州生意最好的。来，你说过，你跟你阿娘很像，想她，就看看她。嗯。眼睛大一些，鼻子还挺像的。这儿有皱纹，下巴阿娘，我想你了。王爷，谢谢你。今日是你的生辰，本王再送一件生辰礼给你。你家的果饼铺子叫什么名字？春花饼铺。我们家后院就有一片灯果林，每年冬天下雪的时候，树上结的果子就像你画的这个腊梅一样好看。除了开果饼铺子，还有什么别的心愿吗？复仇成功。还有呢？我想带着我阿爹阿娘的那一份，好好的活下去。我还想去澜沧江看一次真正的星河。待到太子谢罪伏诛，本王也帮你开一家春花饼铺，55分成。那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阿梅，阿梅，阿梅，今日的糕点特别精致，你快尝尝。好，我一会儿吃。今日刘嬷嬷特意去厨房吩咐了，她说鸿胪寺的糕点必须精致，还说这是景王的意思。
王爷说过，这人间的滋味不一定要用舌头来尝，也可以用眼睛来看。王爷看，这个果饼这么好看，一定很好吃。好吃。哎，阿美，你在做什么？让我看看。没想到你还有这个手艺啊！哎，你这香丸闻着不香，还有股怪味儿。我闻闻。我觉得挺好闻的，是你闻不出味道才这么说吧？谁说的？这里面有檀香、沉香，还有苏合香，还有蔷薇水。对，哎，这些都有安神助眠的效果。阿梅，你睡不着吗？他睡得可好了，此前来的路上，他每次都是第一个睡着的。送给景王的。不知殷将军找我有何事？审一个美人，不劳烦殷将军亲自动手。你不是普通美人，你是吸烟探子。按大言律，探子要受炮烙之刑。将军说我是吸烟探子，可有证据？这便是证据。将军误会了，这个伤是我下厨的时候不小心烫的。说，谁是你的主子？是不是景王？人人皆知，梅林是景王的人呀。你以为你凭什么受宠？无非是你这张脸，与我们将军有几分相似罢了。将军凭什么动私刑？就凭你不配用这张脸！住手！将军，你滥用私刑，丢的是本将的脸。这次事情按违抗军令处置，自己去领20军棍。若还有下次，绝不轻饶。将军，他是景王的人。出去。是。殷将军，我不是吸烟探子，还请将军明察。你这伤是怎么来的？我不小心烫伤的，是个意外。什么意外？将军想问什么，问本王便是，何必要大费周章的把本王的美人请到这里来呀？他对本王没有秘密，毕竟美人身上有几颗痣，本王都知道得一清二楚。本将接到密报，有人逼迫吸烟美人做探子，监视朝臣，手腕上皆有一样的伤疤。他是你的人？他自然是本王的人。你知道本将在问什么？好吧，那些美人是本王烫伤的。为什么？鸿胪寺人人都知道阿梅与本王的情谊。有人故意嫉妒使坏，烫伤阿梅，本王自然看不过去，必须要以牙还牙地报复回去。你不用拿他当借口。景王不是会参与这种事的人。本王是真心实意的爱阿梅，自然舍不得她受半分委屈。你不是耽于情爱之人。往年德家皇后捞到那么多，人长大了，总是会变的。
方才殷将军说的密探是怎么回事？太子拿你没办法，便仿照你的烫伤，借机诬陷本王，利用吸烟美人笼络朝臣，觊觎储君之位。那些美人会不会有事？本王赢了，他们便不会有事。王爷已经想到办法了。杀张印，就可帮我们破局。需要坐镇，才不会让太子察觉端倪。还有，无论发生何事，首先要保证梅林的安危。王爷放心，梅林姑娘武功高强，此事对于她来说再简单不过了。现在离破局就只差一个人证了，一个父皇信任的人证。禀王爷，殷将军来访，已在后院等待。人证不请自来了。自从你离京以后，我便再也没有来过这个院子。这棵梅树，还是你亲手种在这儿的。明明是将军强迫本王种的，那年比剑，本王输给了将军，将军便不依不饶，非要逼本王在这里种下一棵梅树。景和，你真的从来没有想过，比剑只是借口？我不相信你烫伤美人是为了讨好梅林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本王啊，想要那个至尊之位。那个位置向来能者居之，若是景王心智不变，大可正大光明的去拿，何必利用吸烟探子走了歪路？哼，殷将军多虑了。无论本王走的是哪条路，始终行走在大炎的土地上，绝不会做任何危害大炎社稷之事。那些吸烟的探子到底怎么回事？殷将军可还记得我们曾经打猎的钟灵山？3日之后，殷将军若是赴约，自会知晓。是我的失职，待我抓回张印，再跟王爷领罪。派出所有人，务必抓活的。是。什么？他还活着？他从景王府逃出后，往城郊据点去了。好个张印，竟能骗过本宫，还从景王手上逃了出来。带上所有人，这次本宫要亲眼看着他死。是。人引到钟灵坡，张印就在那儿。碧气血只能撑1个时辰，剩下的就靠你了，王爷。
殿下，这下死透了。快把尸体带走。是。老三又来晚了。这一局是大哥赢了，不过没有人会一直赢。你竟然利用了我梅！大哥可以利用殷将军做吸烟探子局，本王自然也可以请殷将军做个人证，太子灭口张印的人证。那支箭可打着东宫的标志呢。张印不过是一介下官，就算拖尸体到了父皇面前，他也未必会听你的一面之词。一具尸体自然动摇不了东宫之位，但却可以在父皇心中埋下一颗怀疑的种子。文华阁失火一事是由大哥一人督办，若是被父皇知道是大哥杀人灭口，大哥苦心经营多年，又何必在父皇面前自毁形象呢？所以，你想谈什么条件？果然还是大哥了解本王啊！只要大哥出手解决吸烟探子一事，本王今日可以没有看见张印，咱们一人赢一局，如何呀？大哥，你不亏。时至今日，其实大哥都没有想过要把你置于死地。是啊，不过是想把本王赶回京北罢了。只是本王与太子的比试还未完，怎么能先下擂台呢？慕容景和，慕容景和，殷将军，本王在此。若没怀疑大哥，就是父皇怀疑大哥。大哥真的不在意吗？多谢大哥成全。把猎物抬到靖王府。我们的人即刻隐蔽。是。太子殿下怎么在这儿？大哥是本王邀来的，本王遭人暗算，心情抑郁，只有大哥能帮忙排解。做哥哥的替弟弟分担解忧，不是天经地义吗？嗯。这靶场咱们有多久没来了？大哥，你知道我现在无心叙旧。太子殿下，吸烟探子一案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兵部侍郎甘宁设局陷害三弟，他误解了我们兄弟之情，以为景王回京是为了争储，想将三弟赶回京北去。虽是甘宁自作主张，三弟终究是因为大哥受了委屈，大哥在这里向你赔不是。本王的郁结，果然只有大哥能解。不如像以前一样，两位殿下再比一场。陆梅，我们都知道，在这靶场，我向来是输家。太子殿下也赢过，唯一的那一次，是因为你。想赢，就光明正大点。本王认输。
若不是大哥相让，我赢不了。赢不了的局，逼他做什么？没意思。本王欲结已解，就不打扰殷将军和太子殿下叙旧了。我此生唯一不能输的就是你，洛梅。狗奴才！你们给大皇子用的什么弓啊？是我自己挑的。他们就是见你好说话，所以才敢偷懒的。用我的。玄烈哥哥比你厉害多了，换把好弓，准能赢你。再试试。好，咱们再比。洛梅，我赢了。看吧，我就说你比不过玄烈哥哥。还是老三厉害，这次只不过是大哥运气好。大哥好剑法。不过大哥，我迟早会超过你的。洛梅，你帮大哥赢了我，我都没生气，你有什么不开心的？父亲说，军营是男子待的地方。以后不准我来靶场。凭什么女子嫁人之后要在后宅终老？哼，我偏不嫁。洛梅，你放心，等我以后当了大将军，就带你上战场，保家卫国。而且，一个比男子还要厉害的女将士，本将军怎么会拒绝呢？真的？那可说好了。一言为定。保国安邦，护我大言。护我大言，保国安邦，护我大言；保国安邦，护我大言。当年若不是你赠功，我怎么能赢？太子殿下剑术高超，你要想赢便能赢，与洛梅无关。我若想在后宫里过安稳的日子，就只能一直输。人人都道我好福气，我母妃出身卑微，生我时难产而死，而我却能在德嘉皇后的膝下长大。母后对我很好，可她对我越好，我越受罪。荣安殿的那些奴才，从小就怕我这个皇长子抢了他们小主子的风头，处处针对我。其实我早就知道那张弓是坏的，因为你，我第一次可以光明正大的赢。自那时起，我就希望有一日可以站在你的面前，告诉你我的心意。太子殿下，平南军守卫的不仅仅是那个位子，更是大研的疆土和万千百姓。洛梅拼得一身军功，只为做大研的纯臣。洛梅不愿，也不会做你们夺嫡的筹码。我想赢的不是平南军的军权，而是洛梅你的心。你可知道？你的志向我从来没忘，老三随口答应你的事，我替你完成。
说过，就算你做皇后，军权仍然归你，你仍是殷将军。我绝不会将你困在后宫。若有违诺言，这卷诗书，将军可公之于天下。殿下的心意，落梅承受不起。王爷吩咐，让梅林姑娘在此等待。王爷赢了，是我们赢了。那些美人没事了。你放心。本王会想个办法送他们回西燕的。你受伤了，为何不穿金丝软甲？我是故意的，不然瞒不过太子。就是小伤，不碍事。这是军中的伤药，可能会有些疼。王爷，我不怕疼。疼吗？没事，小伤而已，死不了。不怕死，不怕疼，你这人就没什么怕的吗？我有怕的，我怕我阿娘。人有牵挂，才会惜命。本王记得你说过，你的簪子是沟通阴阳之所。本王相信，你娘在天上看到你这么拼命，也会担惊受怕的。这个香囊应该可以让他睡得好一点吧。王爷，啊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你喝酒了？你别动！你在幻觉里就是这么对本王的，凶得很。怎么喝这么多啊？当然要凶啊，不凶是会被人欺负的。
那你那么凶的人，不也怕你阿娘啊？我阿娘她总想让我嫁人，她着急把我赶出去。哼，你不想嫁人？主要是赘婿不好找啊。为什么非要找赘婿啊？因为我阿爹常年在外面打石头，家里面只有我能照顾我阿娘。我本想照顾我阿娘一辈子，所以怕是因为在乎。那你怕本王吗？王爷是好人，我当然不用怕。本王可不是好人，你对本王做的事，本王一桩桩、一件件都记得。本王还记得第2次你见本王的时候，就咬破了本王的嘴巴。那这样，若是王爷计较，王爷可以咬回来。咱们的账一笔勾销。本王要扣押你的簪子，待到我们扳倒太子，再还给你。想跟你阿娘说话，就来找本王。